人人唱嘻哈的年代，还有谁在练琴呢？欢迎收看本集的 Drop the Beat 辣拍，我是小树。Drop the Beat 辣拍。现在呢，的确不是一个盛产吉他手的年代，大家都在用各种软体音色，所以你碰到有在练琴的人，请给他们热烈的掌声。提到摇滚乐，不能不提到电吉他跟效果器。那如果要提到台湾10大帅团电吉他手，你心中有谁呢？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来选出10大帅团吉他手。我们发了一个小小的问卷，请大家填出你们最喜欢的前10名的帅团吉他手，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名单。这个问卷发出去的时候，有人问我说，帅团吉他手是团要帅，那吉他手要不要帅？我说团都帅了，吉他手能不帅吗？搞什么？好。那当然，这还是有一点点规矩，因为不能漫无目的选。近3年仍然在活跃，有演出或有作品发表的，但我们不分曲风。接下来我们要谈的这10个呢，也没有排名。我们的介绍顺序跟排序都完全没有关系，请不要自己制造纷争。第一个我们要介绍的是灭火器的郑宇成，然后我们的伙伴呢，给他安上了一个标题，叫做热血指数5颗星。第2位我们要介绍是大象体操的张凯翔。再来是拍摄少年的张维尼，酒精指数5颗星。好，再来就是孟东，我上次在访问他的时候被纠正，他说他们现在希望大家还是念回英文发音，这样你的中文就可以有各种想象。你也可以是孟东，可以是蒙童，就是把眼睛蒙住，所以我们念蒙童。好，蒙童的俊奇，这个指数5颗星是神秘指数。接下来第5个，他们叫做 Super Napkin 小帕。再来下一位，体胸专科包子。接下来这一位。我觉得如果你过去这几年有看过一次，至少1次他们的现场，你就算是被祝福的听团仔了。他们过去3年演出有没有5次？可能不到。他们是最后大浪，最后大浪的小4。这是今年金曲奖也有入围的 Jade 的嘟嘟。好，嘟嘟这几年其实除了在 Jade 之外，他还做了超级多超优秀的流行歌编曲。再来，这个也是我们在请大家选帅团吉他手的时候常常出现的名字，就是昆虫白。今天要介绍的10大帅团吉他手，最后一位呢，他在日前已经提前登出了，就是销声一族的刘维。但可能更多人认识刘维的时候，是从伤心欲绝的时期。讲到他当然留下很多很有意思的形象在听摇滚人的心中。好，这是今天我们为大家整理的这个专题。不过呢，
金曲奖很多人说有遗珠，我们的10大帅团吉他手原来也有遗珠。10大帅团吉他手遗珠来自川丘沙的林文森，噔噔噔。10大帅团吉他手不会只做这一次，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有机会可以做到第2集、第3集。如果你有任何推荐的，比方说你觉得不能只做吉他手啊，10大帅团合成器手、10大帅团贝斯手，我们都非常有兴趣继续做下去。既然讲到吉他手呢，我们是一个稍微有一点点知识性的节目，推荐你，如果你对吉他手有兴趣。有一本书，这本书其实应该现在有一点点难找到的，但如果你是一个好学的青年，在图书馆有可能可以借到这本书《摇滚神话学性神指摇滚乐》，是针对摇滚的整个脉络跟吉他手现在之所以这么重要，而且它又象征了什么东西，有非常有意思的分析，所以图书馆去借，我相信应该买不到了，或者二手书店也许可以找找看。然后另外一篇呢，这个文章谈了很多关于吉他手的手感的问题，也是如果你现在刚刚开始练吉他，这篇文章也许会帮助你进步一点点。Drop the beat， 拉拍。最后，如果你开始建立了收看辣拍的习惯，你就会知道我们摆在桌上的2张专辑，总是要在最后一次介绍给大家。首先是闪4。这张作品其实已经发行一阵子，但如果你是比较新的朋友，开始听团，闪4可能在发展初期你有点错过，现在可以追随回来。然后另外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在今年10月，闪4即将登上大团的舞台。一生的青春，一首你的歌，现在唱着。另外一张呢，这个人号称全台首席座场王，他1年下来可以有200-300场，我是不知道他是怎么办到。这个人叫谢明燕。谢明燕把他跟很多厉害的日本乐手一起合作的作品集合成这一张。那这个人算是把过往我们都觉得爵士乐手是大概小众再小众，但谢明燕以身体力行的方式打出了一片天，非常值得尊敬。2张专辑，请大家怪你是要买实体。对，讲到实体，我们真的是一个很有年代感的节目，或者是说我们很老派，我们还把实体 CD 摆在这边给大家看。但无论你要用实体听，或者是直接用上串流听都好，有听到好音乐都是好事。如果你喜欢 Drop the Beat 辣拍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。